聽我講，中國有紅千幾個姓，有8個自從呢啲未數落，仲印丁興旺，你估下係咪邊8個？哦，我知啦，陳李張黃何史廖林白蔡啊嘛，係咪啊？哦，第一名係姓李，天下李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嗱，睇過百家姓，我哋都知道呢幾個係開頭嘅姓氏。咁姓氏呢間嘢嗱，一出世就有噶啦。正所謂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啊嘛。不過中國有5600幾個姓氏，得100個係常用嘅啫，而其中只有8個至今都未衰落。咁大家可以估下係邊8個姓氏咯。嗱，揭曉答案之前，咁簡單同大家講下姓氏嘅起源咯。喺古代社會分生咗幾個大嘅氏族嘅，但係佢哋經常因為地盤嘅嘢引發戰爭喎。咁為咗更好咁區分氏族，所以就有咗姓氏啦。嗱，咁樣一嚟，邊個同邊個發生爭執，一講姓氏就知啦嘛。而呢啲氏族大多數都係同一個家族嘅，多多少少有啲血緣關係。咁喺嗰個時期開始，姓氏就成為咗一脈嘅傳承同埋延續嘅標誌啦。咁經過歷史嘅變遷，逐啲又分出唔同嘅姓氏，大多數姓氏嘅起源都係同生活有關嘅。嗱，例如話秦姓、吳姓、宋姓、衛姓、魏姓，嗱呢啲係屬於以國名為姓氏。仲有毛姓、卜姓、錢姓、陶姓，嗱呢啲係屬於以職稱，又或者係以技藝作為姓氏。咁講翻，至今都未衰落，仍然人丁興旺嘅8大姓氏，第一位就係李姓。嗱，講到李姓，你又會諗起邊位歷史名人呢？係中國58位皇帝李世民、李隆基，定係詩人李白呢？吓，李姓係中國數一數二嘅名門望姓嚟嘅，咁至今已經超過咗1億人口，主要分布喺河北、河南、四川就最多啦。所以廣東陳天下李真係唔係吹啊！咁李姓嘅起源，相傳係東夷部落嘅首領高堯。高堯係堯帝時期嘅李官，咁原本係寫作理事長嘅李，咁後嚟就改為諧音相近嘅木子李啦。仲有一種講法係話，因為李官商紂王躲避追殺，咁當時又食咗啲李仔先至可以生存到，咁為咗報答李仔嘅救命之恩，所以就改姓李啦。咁第二個大姓呢？姓項噶啦，三畫項啊。黃姓喺2018年開始就已經超越咗李姓噶啦，咁全國總人口大概有1.0322億人，成為咗中國嘅第1大姓。睇嚟老王晚上都勤力加班啦吓。黃姓係周朝時期嘅國姓，咁當時候有萬世皇族嘅稱號。我國嘅帝王最初其實唔係叫皇帝，而係叫呢一個王。所以話姓黃嘅好多都係由古代嘅皇室貴族改姓而嚟嘅，例如話姬姓、子姓、歸姓，係咪？據說黃姓嘅祖先係黃子喬，咁喺歷史上仲有一位皇帝叫做黃莽，所以話黃姓喺古代係一個好尊貴嘅姓氏嚟嘅。咁第3個大姓呢？姓張噶啦，公商張啊。傳說中玉皇大帝都係姓張嘅，叫做張伯胤。呢一下姓張嘅朋友仔係咪覺得好富貴呢？吓？姓張嘅人經常同人哋介紹自己係弓長張嘅張，咁張姓嘅起源又真係同弓箭有關嘅。喺古代時期都係以強者為尊噶嘛，咁識得用弓箭整弓箭嘅部落就好受人崇拜嘅，咁所以後嚟個張字就演變成為一個姓氏啦。張姓嘅根就喺濮陽，即係依家嘅河南。我國第一張龍圖騰就喺濮陽發現嘅啦，呢一張圖騰就意味住古代皇帝嘅部落，亦都出現咗唔少古代嘅名人。咁相傳張姓嘅始祖就係皇帝嘅孫張飛，確實後人人才輩出，例如話張仲景啦，係咪？所以屏幕前有冇姓張嘅朋友呢？有嘅話點翻個讚啦。咁第4個大姓呢？姓劉嘅啦，劉村嘅劉啊。劉姓係漢朝嘅國姓，咁一講到劉姓，你又會諗起邊位歷史名人呢？係劉邦、劉徹，抑或係三國時期嘅劉備啦？呢啲都係傑出嘅人物。劉姓係一個好古老嘅姓氏，咁早喺堯舜時期就已經存在嘅啦。係堯帝嘅後代劉慮創建嘅劉姓，係帝王之姓。咁仲有一部分係嚟自姬姓或者係其他氏族嘅改姓。至今全國人口大概有7300幾萬咁多，咁主要分布喺北方。唔知你身邊有冇姓劉嘅朋友呢？咁第5個大姓呢？姓陳啦，廣東字都係陳噶啦。
咁以東陳陳姓係起源於歸姓姚姓，咁據說係順帝姚崇華嘅後代，喺南北時期亦都係一個國姓嚟嘅。喺全國人口大概有7300幾萬咁多，咁海外華人亦都有唔少姓陳嘅，咁所以有陳林半天下嘅講法。咁第6位呢，姓香嘅啦。至於楊姓係隋朝嘅國姓，喺山東四川就最多姓楊噶啦。呢一個姓氏嘅起源係嚟自姬姓、邑姓同埋少數民族嘅改姓。咁楊姓嘅德姓始祖係春秋時期嘅楊國，據說係姬姓嘅後代。咁至今楊姓人口大概有4300幾萬人，嗱都唔少嘢嘅。咁第7位有咩大姓啊？姓趙嘅啦，趙匡胤嘅胤啊。趙姓係宋朝嘅國姓，例如話趙匡胤、趙氏家族啦，係咪？咁喺百家姓入邊係排名第1位，依家亦都係北方嘅大姓嚟嘅，係上古時期8大姓氏分支出嚟嘅姓氏。咁所以話趙姓喺古時候係一個好尊貴嘅姓氏。咁據說趙姓仲有一個分支係嚟自嬴姓，氏族係以鳳凰為圖騰，咁所以趙姓人又被稱作鳳嘅傳人。咁第8位咧又係咩大姓呢？姓項嘅啦，大土康啊。最後講到黃姓，黃姓嘅德姓始祖係祝融嘅仔陸宗，喺全國大概有3300幾萬人，主要分布喺廣東、廣西、江西、四川，仲有福建就最多啦。尤其係廣西，咁黃姓係廣西嘅第1大省嚟嘅。咁其中黃姓仲有一支係嚟自嬴姓，出過唔少帝王嘅，所以呢一個黃姓喺古時候亦都係一個好尊貴嘅姓氏。咁呢一個就係中國至今都未衰落，仍然興旺嘅8大姓氏啦。有冇講到你嘅姓氏呢？有嘅話點個讚，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唔怕屋後堂，只怕抬轎房。住咗抬轎房，家敗也人亡。乜嘢係屋後堂、抬轎房呢？住咗落去仲會對人有影響？你住緊嗰間又係咪呢？呢句俗語放到依家有冇道理㗎？帶住呢啲問題繼續睇落去咯。其實呢一句俗語係同間屋嘅選址有關。以前嘅人唔似得依家都係住高樓大廈嘅，住嘅屋都係自己起嘅。咁古人認為起嗰間屋唔單止可以改善屋企環境，仲可以福澤後代咁話。咁所以決定起屋嘅時候，對於選址就好有講究啦。咁但係選址嘅時候就要盡量避開屋後堂。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呢？古人係好信風水呢樣嘢嘅，起間屋都要靠近有水流嘅地方，因為依山傍水啊嘛，可以種下地、耕下田喎。咁屋企就唔使話憂柴憂米，慢慢就會富裕起身噶啦。咁日後自然風生水起啦，係咪？咁按道理以水為財係好嘅，亦都方便日常打水。但係點解古人又要避開屋後堂呢？所謂嘅屋後堂係指屋後面幾米到幾十米處有一個水塘、水潭或者係水庫。咁如果離得好遠嘅，又唔叫做屋後堂嚇。古人之所以認為屋後堂唔好，咁因為古人講嘅依山傍水係指有流動嘅活水，而唔係一潭死水。咁屋後面有一潭死水嘅話，聽起身都唔係咁老禮嚇。咁一方面係因為暴雨過後就會水漲，一水漲就有可能會水浸屋啦。辛辛苦苦咗大半世起好間屋，俾水浸咗，真係渣都冇。有人住喺入邊嘅話，就更加危險啦。咁呢一個係出於安全問題嘅考慮。咁另一方面，間屋太靠近水源嘅時候，室內就好容易會潮濕咯。一潮濕就容易引起各種嘅小病小痛，例如話風濕病痛。咁死水係會變質嘅，一變質又會滋生嗰啲蚊蟲啊、細菌，好唔衛生噶嘛。而且到咗夏天，氣溫升高嘅時候，死水仲會發臭，有一陣冤崩爛臭嘅味道，好難頂，空氣自然冇咁好啦。再講啦，咁如果啲細佬哥去屋後面玩水嘅時候，唔覺意浸親，咁就大鑊啦。所以喺咁樣嘅居住環境，又點會住得安樂安心呢？所以古人就認為屋後堂唔好，就係咁解啦。但係相比之下，古人更加怕嘅係抬轎房，話住咗抬轎房，家敗也人亡咁話。咁乜嘢係抬轎房呢？有兩種形式。第一種形式就係你間屋比周圍嘅屋都要高，從正面望過去係高出一截嘅，兩邊嘅屋都矮過你嗰間屋。咁從側面望過去就好似古代抬起身嗰頂轎一樣，兩邊低，中間高，就好似你間屋俾抬起身，咁所以古人就將佢叫做抬轎房啦。
嗱，呢一種房屋整體嘅造型就好似公字形，咁兩邊低矮嘅屋就好似抬轎個碌杆，係公字形嘅抬轎房。嗱，古人仲認為喺呢一種房屋長期生活落去，仲會有唔平衡嘅狀態，例如話地基唔穩啦，亦都有可能發生自然災害嘅時候，譬如話地震，就會中間高出嚟嗰間屋先冧咁話喎。咁仲有另一方面，古人從風水學嚟講叫做氣場唔穩，住落去之後就會影響財運，辛辛苦苦又揾唔到錢咁話喎。咁因為宮又通攻擊嘅宮啊嘛，住落去之後就會對主人各方面都唔好。咁呢一個就係公字形嘅抬轎房啦。咁你有冇見過呢類型嘅抬轎房呢？有嘅話留個言話我知啦。咁另一種形式就係你間屋喺兩座山之間，又或者周圍前後左右都係馬路嘅，得你一間屋，從上面望落去就好似你間屋俾兩座山抬起咁，一條二條嗰啲馬路望落去就好似抬轎個碌杆，咁整體嘅佈局就好似一個井字形。呢一個亦都叫做抬轎房，係井字形嘅抬轎房。咁古人認為井字形嘅房就好似俾困喺入邊一樣。你睇翻個井字啦，四周圍都係圍住嘅，得中間係空，喺裏面就好似感覺俾困住一樣。咁從安全嘅角度嚟講，因為四周圍都係開闊嘅土地，周圍都係好空曠嘅，得你一間屋喺度。如果發生一啲自然災害，例如話山泥傾瀉、暴風啊、大雨啊等等嘅嘢，咁逃生就會好困難啦。咁況且又係馬路邊，車水馬龍，噪音自然好大，自然會影響生活作息噶啦，係咪？所以古人先係有咗不怕屋後堂，就怕抬轎房，住咗抬轎房，家敗也人亡呢個講法。其實主要都係嚟自安全隱患嘅問題，唔怕一萬，只怕萬一啊嘛！真係發生咗嘅時候，真係家破人亡噶。咁至於呢句俗語放到依家有冇道理呢？其實係冇科學根據嘅。咁古人講嗰啲風啊、水啊嘅嘢，亦都未必啱我哋現代人嘅住房習慣。但係有一點，古人考慮得比較長遠嘅，用迷信嘅講法嚟告誡後人，起屋選址係好重要嘅。如果揀得唔好，真係會影響一家人嘅健康。咁健康都出現問題，仲點去揾錢獲來財富呢？係咪？咁當然，依家生活條件越嚟越好，有錢都會買入小區住啦。就算真係要返鄉下起屋，都會揾個大師睇一睇，算一算好唔好先係起，係咪？不過我哋都要有一個居安思危嘅意識。古人呢句俗語係想提醒我哋眼光要放長遠啲，唔好淨係為咗間屋美觀而忽略咗間屋嘅重要性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今期暫時吹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見過屋後堂抬轎屋嘅房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人過咗身之後，佢哋張相你係點處理嘅呢？係抌咗佢、燒咗佢、刪咗佢，定係保留住佢呢？咁你哋鄉下有冇咩特別嘅處理方式呢？雖然話生老病死係平常事，係自然規律，但係如果真係有親人過咗身，對於每一個家庭、每一個人嚟講，都係一件好悲痛嘅事。如果有親人過咗身，就會留低好多生前用過嘅嘢咯，譬如話一啲床啊、被啊、枕頭、衫褲鞋襪、首飾、手機、用過嘅碗筷，仲有照片等等噼里啪啦嘅嘢。咁至於點處理呢？各處鄉村各處嚟，每個地方嘅風俗唔同，處理方式亦都唔同。譬如話有啲地方老人過咗身啦，咁老人生前着過嘅衫褲鞋襪就會喺老人過身嘅時候一齊燒埋佢，就好似意味住老人喺另外一個世界咩都唔缺，唔使憂冇得着冇得用咁話。咁至於首飾之類或者係比較貴重啲嘅嘢，有啲地方就會選擇世代相傳，而有啲地方就會喺老人離開嘅時候一齊作為陪葬品啦。咁至於照片又點樣處理呢？佢哋生前可能影過好多合照噶嘛。關於過身嘅人嘅照片點樣處理呢個問題一直都好有爭議。有人認為人都過咗身啦，啲相留嚟仲有咩意思啫？免得仲在生嘅人睹物思人，免得佢哋傷心，所以喺佢哋離開嘅時候就會一齊燒晒佢或者係刪晒佢啦。但係有啲人亦都認為，雖然親人過咗身啫，但係呢啲相係我哋同逝者嘅情感聯繫，係好珍貴嘅，係留俾後人嘅念想。當我哋掛住親人嘅時候，就可以攞呢啲相出嚟睇下，唔使話一定要燒晒佢。
咁關於保存落嚟嘅處理方式，老祖宗就提醒我哋啦，千祈唔可以將呢啲相亂咁擺放，仲俾咗2個建議，提醒我哋有啲地方係可以擺，有啲地方就一定可以擺。第一個建議就係要妥善保管啦。咁點妥善保管呢？譬如話將全部嘅相整理喺一齊，避免將逝者嘅相俾太陽曬到變色，盡量將佢放喺一個乾燥嘅地方。但係時間一長，照片都會褪色噶嘛。咁呢個時候最好就揾個相框，又或者係相冊收集起身，減少照片受損嘅風險。不過依家時代唔同，科技喺度進步，我哋通常會將啲照片放喺手機嘅相冊或者係硬盤都得嘅。咁第二種處理方式就係關於父母過身之後嘅遺像啦。呢個遺像係指一個老人過身之後留低落嚟嘅畫像或者係照片，咁通常都係黑白色嘅。好多地方都會有呢個風俗，老人過身之後就會畫翻一幅畫像，有啲就會將佢擺喺屋企，一嚟係對老人嘅敬重同哀思，二嚟係方便拜祭，提醒子孫後代唔好忘本，要識得感恩。咁擺喺屋企邊度好呢？有啲就會將佢擺喺屋企嘅客廳，而有啲就會擺喺單獨嘅一間房。到底擺喺屋企邊個位置先至好呢？咁老一輩嘅人對於擺放遺像嘅位置都好有講究，提醒我哋有3個地方一定可以擺。咁首先第一個就係廚房同埋廁所啦。廚房係一個油煙多嘅地方，係同食飯有關嘅地方。咁廁所咧係同嗰啲污穢之物有關嘅地方。咁如果將幅遺像擺喺又或者係掛喺呢2個地方，即係表示對先人大大嘅不敬，客人見到都會覺得你唔尊重長輩嘅。咁第2個地方就係唔好將幅遺像擺喺客廳啦，因為客廳係屋企人聚集得最多嘅地方。如果將幅黑白嘅遺像擺喺客廳嘅話，就會對細佬哥造成一定嘅影響，時間一長亦都會影響到屋企人嘅情緒。就算係自己親人都係嘅，你諗下半夜起身屙夜尿嘅時候，如果見到幅黑白遺像掛喺埲牆嗰度，真係會嚇一跳嘅。咁再講啊，客廳係用嚟招呼客人嘅地方噶嘛，如果客人嚟到就見到一幅黑白嘅遺像，多多少少心入邊都會有啲唔舒服，會好拘謹噶嘛。所以為咗子孫後代嘅興旺發達，唔好將遺像擺喺客廳啦。咁仲有一點就係唔好將遺像擺喺臥室同埋雜物房啦，尤其唔好將佢擺喺細佬哥或者係老人瞓覺嗰間房，因為睡房都係休息嘅地方啊嘛。如果每晚臨瞓之前都望到嗰幅黑白遺像嘅話，可能就會影響到睡眠質量。特別係唔好擺喺細佬哥瞓覺嗰間房啦，因為細佬哥嘅心智仲未成熟啊嘛。每日睇到嗰幅黑白遺像先瞓覺嘅話，可能就會對佢嘅心理造成影響啦。咁點解唔好擺喺老人家間房呢？其實係為咗避免佢心情過於低沉。如果長期沉浸喺悲痛嘅情緒入邊，就會影響到老人家嘅身體健康啦。咁至於雜物房係放雜物噶嘛，如果將幅遺像擺喺雜物房，俾人見到就好似俾遺棄嘅感覺。呢度又唔得，嗰度又唔擺得，咁擺邊度先至好呢？咁條件允許，最好係將佢擺喺單獨嘅一間房，而呢一間房最好係呢間屋靠邊邊嘅房，因為以前啲房間嘅格局係有東屋、西屋同埋堂屋嘅。古人認為咁東屋就係屬陽，西屋就係屬陰，而老人嗰幅遺像又係屬陰，所以最好就將佢擺喺西屋啦。而第2種處理方式就係用紅布或者係紅紙包住幅遺像，放喺屋企入邊嘅櫃。以前好多農村都會咁做嘅，專門揾一個櫃嚟放遺像，一嚟係為咗方便拜祭，二嚟係為咗可以妥善咁保存落嚟，亦都寓意住逝者喺另外一邊嘅世界可以幸福美滿。咁呢一個就係人過咗身之後關於照片點樣處理嘅方式啦。當然老一輩嘅處理方式未必符合依家嘅人用嘅嚇，咁你又可以講下你鄉下嗰邊嘅風俗係點樣處理人過身之後嘅遺物，又或者係照片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評論區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人生到咗下半場，男人拼嘅係老婆，女人拼嘅係老公。你認唔認同呢句說話呢？咁點解又會咁講呢？因為喺我哋後生嘅時候，我哋通常拼嘅係乜嘢？係學歷，係事業，拼嘅係邊個揾錢比較多，拼嘅係工資，又或者係資產多與少。但係當到咗人生嘅下半場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、精神狀態就開始走下坡。
呢個時候可能就會發覺家庭係好重要，明白到錢揾再多都好係帶唔走嘅。真正可以陪你行埋以後嘅路嘅人，只有你嘅另一半，你嘅老婆。因為以後仔女會有自己嘅小家庭，父母亦都會老去，所以我認為無論係面對婆媳關係又好，又或者係親子關係都好，都要將夫妻關係擺喺第一位。唔係嘅話，婚姻關係肯定會唔幸福嘅。不過講到呢一點，可能有啲男人亦都會反駁我話：老婆唔好可以換啦，老母得一個嘅啫嘛，要我為咗冇血緣關係嘅女人同生我養我嘅老母疏遠，我做唔到咯。周街都係離婚噶啦，老婆唔好咪換咯，老母唔換得噶嘛。有呢一種咁傳統諗法嘅男人，其實係唔出奇嘅。可能佢自細就睇住自己阿媽為呢個家庭付出咗好多，自細就依賴慣咗阿媽，對母親嘅孝順，甚至係到達一種愚孝嘅程度。你叫呢類型嘅人將夫妻關係擺喺第一位，係唔可能嘅。咁佢幾時先至會覺得自己老婆好呢？好可能喺佢見到人哋夫妻恩愛和睦嘅時候，對比翻自己夫妻冷冷冰冰嘅時候，又或者喺病咗嘅時候，需要到自己老婆照顧嘅時候，先至會明白老婆嘅重要性。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，有一個阿叔到咗佢56歲嘅時候，要照顧自己癱咗個阿媽嘅時候，佢先至諗起老婆嘅重要性。話說呢個阿叔後生嘅時候係喺飯店嗰度揸鑊鏟嘅，即係做大廚，工資都唔低噶嘛。咁佢老婆只不過係一個好普通嘅服務員，工資又冇佢咁高。咁所以結婚嘅時候，佢阿媽一直都睇呢個新抱唔順眼，一直都睇佢唔起，覺得佢自己嘅仔又叻又有本事，又有一門手藝，揾錢又多，娶個服務員做老婆，工資冇佢個仔咁高，覺得佢配唔起自己嘅仔。所以自結婚以嚟，佢都冇俾過好面色俾佢新抱睇。咁結婚之前，阿叔啲工資都係上交俾阿媽噶嘛。結婚之後，好自然就俾翻個老婆。但係呢個阿媽佢就唔肯啦，話個仔呢個做法係不孝，話佢係冇心肝，話佢娶咗老婆之後就冇呢個阿媽。咁個仔為咗氹掂佢阿媽，又將啲工資俾翻佢阿媽。咁佢阿媽收多幾次就覺得唔好意思，咁同佢仔講啦：你都係代翻啲錢佢啦，留翻你以後嘅仔女用。但係你一定唔可以俾你嘅老婆嘅，唔係嘅話你就唔好認我呢個阿媽啦。換轉你係個仔，又或者換轉你係呢個阿媽嘅新抱，你會點做呢？呢個阿叔選擇愚孝，乜都聽晒阿媽講，以後同老婆 AA 制咁生活，即係點呢？屋企置嘅所有嘢都一人一半錢，甚至生仔養仔女都係一人出一半錢。各自管好自己嘅錢，咁呢個阿媽就會好得戚，好滿意啦。逢人就同人哋講：我個仔好孝順，好聽話噶，佢仲同我養老，我唔使旨意嗰啲外人噶。而呢個阿叔嘅老婆，佢選擇忍忍，因為離婚畢竟唔係一件好光彩嘅事啊嘛。為咗仔女，佢選擇將就咁過咗大半世。咁後嚟啲仔女大個咗，老婆亦都越嚟越心寒，冇同阿叔過，只係同仔女一齊生活。咁阿叔就開始後悔咯，因為佢身體機能越嚟越差，差到連鑊鏟都揸唔起，最後連工都辭埋。而嗰個阿媽喺佢80歲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一日癱咗，需要人貼身咁照顧。咁嗰個阿媽佢都有個女嘅，可惜遠嫁，幫唔到咩手，剩翻所有嘅擔子就壓喺呢個阿叔身上啦。一日3餐都要幫佢阿媽洗衫、煮飯、抹身，甚至係推佢出去曬太陽等等嘅嘢。照顧咗半個月啫，呢個阿叔精神狀態、身體就開始頂唔順啦。想勸個老婆翻嚟，但係個老婆一早心灰意冷啦，仲點肯翻嚟幫佢呢？所以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後生嘅時候對老婆唔好，老咗就唔好指意老婆啊。而嗰個阿媽後生嘅時候冇病冇痛就話唔指意個新抱，到咗佢年紀大、機器壞嘅時候，有佢後悔嘅一日。而做仔嘅咧，其實亦都唔應該乜嘢都聽晒阿媽話，亦都唔應該愚孝到將自己婚姻嘅主動權交到佢阿媽手上。夫妻係一個家庭嘅根基，夫妻和諧幸福，仔女先至會過得幸福，老人家先至會覺得幸福，呢一個家庭先至會越過越好噶嘛。所以話男人到咗人生嘅下半場，你就要明白，拼嘅係自己嘅妻子，想老咗之後有個伴幫你分擔困難。喺後生嘅時候就要好好咁對待你嘅老婆，對老婆好其實係一種投資嚟嘅，受益人就係自己。我記得喺《詩經》裏面有一句話係咁講嘅：
女若雞鳴，士曰梅旦。老婆講句雞啼啦，老公回句天光啦。係好簡單、好平凡、好和睦嘅夫妻生活，但係日常生活中就係咁簡單、咁平凡、咁自然噶啦。所以奉勸各位男士們，如果將太多嘅時間精力擺喺自己嘅父母，又或者係自己嘅兄弟姐妹身上，老婆俾忽略咗，就會冇幸福感噶啦。而女士們將所有嘅精力時間都擺喺自己嘅仔女身上，老公俾忽略咗，婚姻嘅幸福感亦都會降低，好容易會因為啲雞毛蒜皮嘅嘢而嘈交噶。我認為就要按次序處理啦，夫妻關係擺第一位，親子關係擺第二位，而老一輩嘅人就唔好過多插手自己仔新抱嘅家庭事啦，因為你嘅新抱、你嘅老婆先至係決定一個家庭幸唔幸福嘅重要角色。想要擁有一段好嘅婚姻，一個好嘅妻子，就要做一個好嘅老公，給予足夠嘅關懷，給予足夠嘅理解同埋愛，咁樣你人生嘅下半場先至會更加幸福噶嘛？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今期傾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認為人生嘅下半場拼嘅係乜嘢呢？係老婆、係仔女，定係父母，抑或係金錢或者係物質上嘅嘢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聽我講，天黑三不做，屋企冇災禍，咩意思啊？即係話烏買落有3件事冇做咁樣啦。點解啊？天乾物燥，小心火燭噶啦。喺古時候未有發明燈火之前，人類對於天黑係好恐懼，又冇鐘，所以古時候嘅人都係根據太陽嘅軌跡嚟活動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大朝早就去做工噶啦。咁到咗夜晚天黑嘅時候就翻屋企早啲唞啦。生活係好有規律嘅。喺明清時期，夜晚仲有宵禁嘅活動，即係一到咗夜晚嘅時候就要關閉城門，禁止出入城噶啦。咁喺大街上嘅交叉路口仲有官府人看守住，禁止通行嘅，明確規定1更3點敲響暮鼓，禁止出行5更3點敲響晨鐘。咁古時候係冇燈噶嘛，宵禁嘅目的就係為咗約束嗰啲專門揀喺夜媽媽作案，做一啲違法事嘅人啦，例如話醉賭啦，又或者係奸淫擄掠之類作奸犯科嘅事。所以打更佬嗰句天乾物燥，小心火燭喺古時候係真實存在嘅。因為夜媽媽如果唔注意嘅話，就會引發事端噶啦。咁所以喺民間就有呢一句俗語：天黑不做3事，家中無災禍啦。咁到底係邊3件事呢？吓？我話你知啦，第一件不貪3更職，不戀1更食。古人講嘅幾更指嘅係幾點？1更指嘅係夜晚7點到9點，2更指嘅係夜晚9點至到11點，3更指嘅係11點至到凌晨1點，4更指嘅係凌晨1點至到3點，5更指嘅係凌晨3點至到早上5點。不貪3更式嘅意思，即係話唔好喺3更，即係11點至到1點呢個時間段再開夜車，再過度縱慾咯。要節制下，因為3更對於古人嚟講已經係好夜噶啦，日頭辛辛苦苦做完嘢，夜晚到咗3更嘅時候係人排毒嘅高峰期，應該好好休息，瞓翻個靚覺至啱，咁樣對身體先至係好嘅。咁所以古人認為到咗3更呢個時間段，夜媽媽就唔好再開夜車啦，應該要識得節制下，唔係嘅話就會影響人嘅精氣神，影響第2日工作咁話。咁不戀1更食嘅意思，即係話到咗1更，即係夜晚嘅7點至到9點呢個時間段，就唔好再進食啦。唔係嘅話就會消化不良，影響睡眠咁話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就關乎到古時候嘅生活習慣啊，飲食習慣同現代人係唔同嘅。古時候嘅人食2餐嘅啫，而且好早瞓，一天黑就瞓噶啦。但係現代人呢，4更可能仲食緊宵夜，1更先係食晚飯，係咪？不過如果食得太遲或者係食得太飽就瞓覺嘅話，其實對身體都唔好嘅。所以平時我哋食飽之後就要多啲散下步，有益身心。咁第2件事呢，天黑就冇，佢一知道你幾有錢咯。你身邊有冇咁樣嘅人呢？平時日頭見佢都係客客氣氣，但係一到夜晚又或者係聚會飲多2杯嘅時候，就開始顯擺咯，展現自己嘅能力，展現自己嘅財富。其實咁樣唔係咁好嘅。古人認為財不可以外露，先至可以將家業長久咁發展落去。
至怕嘅就係你講者無心，但係聽者有意啊！喺你得戚喺度顯擺晒命嘅時候，唔覺意揦屎上身都唔知。嗱，講個古仔俾大家聽咯。話說喺西晉時期，有個人叫做石崇，佢係咬住金鎖匙出世嘅，好聰明嘅一個人。但係佢父親石苞過咗身之後，將成副身家都分晒俾佢阿哥，一個崩都唔留俾佢。原因就係佢父親認為石崇係一個好有本事、好識揾錢嘅人。後嚟石崇大個咗之後，又真係俾佢揾到唔少錢喎。但係呢啲錢都係唔乾淨嘅錢，一係就偷翻嚟，一係就搶翻嚟。不過當時候佢嘅家產可以話係富可敵國，所以喺京城經常同人哋顯擺自己幾咁有錢，又同國舅爺鬥有錢喎。不過後嚟因為佢太過招搖啦，最終俾孫秀害死咗。所以話財不可以外露，越有錢就越應該要低調啲、收斂啲。咁第三件有咩事呢？天黑地冇做啲虧心事咯。正所謂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也不驚啊嘛。嗱，虧心事係指嗰啲違背良心嘅事。咁有啲人同壞心思，驚日頭喐手太過顯眼，所以就會揀喺夜深人靜、夜媽媽冇乜人見嘅時候喐手做一啲違背良心、犯法嘅事啦。以為咁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，但係其實人在做天在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啊！如果有做過，一定會留低一啲蛛絲馬跡噶啦，最終只會自食惡果。咁除咗正話嗰三件事之外，老一輩仲提醒我哋晚上唔好做一啲重要嘅決定，因為晚上想千條路，早上起來走遠路啊嘛，係咪？到咗晚上嘅時候，人嘅思維係會好活躍，而且又唔現實，可能會因為日頭做嘢太攰啦，影響到情緒，導致大腦短路，喺未諗清楚之前就會做一啲衝動嘅決定啦。咁再加上人到咗夜晚係會比較感性嘅，呢個時候去做決定，可能就會感情用事，考慮唔夠周全啦。所以話夜晚天黑嘅時候就唔好做一啲重要嘅決定，要做嘅話都等第二日清醒啲，大腦比較理性啲先至去做決定。咁呢個就係老祖宗提醒我哋嘅天黑不做三事啦。咁正話講嘅三件事，你有冇做過呢？你認為有冇道理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人過五代另起墳，屋住三代必走人。點解過咗三代五代就要搬走呢？唔通真係一代親，二代表，三代閒了了，到咗四代見咗都唔要，咁無情咁現實？繼續睇落去你就知㗎啦。嗱，呢句俗語其實同家族嘅繁衍祭祀觀念有關嘅。咁先講下人過五代另起墳，字面上嘅意思係指當一個家族嘅祖墳超過咗五代之後，就要另外揾新嘅地方起祖墳啦。嗱，呢度嘅五代指嘅係家族裏面嘅五代人，即係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親，仲有自己呢一代。喺古代嘅社會中，五代通常係血緣關係最親近嘅人。譬如平時我哋聽到有人叫二爺、三爺、四爺、五公、二叔公、三叔公等等嘅叫法，其實都係同宗同祖嘅族人，只係輩份唔同，親疏遠近關係嘅啫。但係點解古人會話人過咗五代之後就要另起祖墳呢？甚至唔需要再拜祭五代之前嘅祖宗？其實呢一個同古代傳統嘅祭祀習俗有關嘅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古代皇帝嘅列祖列宗都有配太廟噶嘛，但係平民百姓嘅家中供奉嘅一般都唔會超過五代。換言之，即係話子孫祭拜嘅只需要去到高祖嗰輩，而高祖以上嘅先祖一般就唔使拜啦。因為喺古人嘅觀念裏面，家族嘅老祖宗對子孫後代嘅庇護只能庇佑到第五代，而五代之後嘅親人一般就理唔到咁多噶啦，亦都意味住出咗五服之後，關係就慢慢開始疏遠啦。如果唔係住埋一齊嘅話，可能見到面都繞唔出啊。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。咁所以老一輩嘅人認為，人過咗五代之後就要另起祖墳啦，等新嘅老祖宗庇佑後面嘅子孫咁解，代代相傳啊嘛，係咪？
嗱，如果按照古時候嘅風水講法係話，墳墓嘅風水之氣最多只能庇佑到第5代，超過咗5代之後就要另外揾一個新嘅風水寶地，祖先理唔到咁多噶啦。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呢個講法，甚至保留咗呢一個咁傳統嘅做法，有啲甚至3代開始就另起祖墳啦。一嚟係因為家族嘅墓地確實有限，逼埋一齊好屈實噶嘛，係咪？咁二嚟係因為遷到其他地方，對於族人嚟講，喺佢哋定居嘅地方另起祖墳，更加方便日後對祖先進行祭拜啊嘛。有好有唔好嘅，咁好嘅就係象徵住呢個家族蒸蒸日上啊嘛。但係唔好嘅就係可能會令到親戚嘅關係逐漸疏遠。咁你家鄉又有冇呢一個做法講法呢？留言話我知。至於屋住3代必走人又點解呢？字面上嘅意思係話一間屋冇辦法住得落超過祖孫3輩嘅人，超過咗之後就要搬屋噶啦。注意啦，呢度唔係話因為有意見要分家吓，而係因為一間屋嘅安全問題。咁你知啦，古時候嘅屋唔似得依家咁堅固噶嘛，住嘅房屋都係自己搭建嘅草木屋或者係土坯屋。順便講下啦，提土旁加個筆，下面有一橫，呢個字普通話讀 P， 不是呸，粵語讀胚，胚胎無胚房嘅胚。但係口口相傳又有人讀成胚喎，咁都唔可以話係錯嘅，因為胚嘅發音喺集運裏面都有記載嘅，所以你聽到有人讀無胚房胚胎，亦都有人讀無胚房胚胎。咁講翻呢一個屋住3代必走人啦。古人之所以會咁講，其實係考慮到間屋穩唔穩固嘅原因。咁你試想下，我哋由細到大，再到結婚生仔，起碼要20-30年嘅。咁如果3代人嘅話，就有6-7年噶咯。咁如果多嘅話，起碼有8-90年嘅。以前嘅屋都係用草木整噶嘛。咁如果一間老屋住咗超過3代人嘅話，起碼有過百年嘅歷史噶咯。一間年久失修嘅老屋，肯定唔安全唔穩固啦，可能仲會隨時會冧啊。咁呢一個係出於安全隱患考慮嘅問題。咁另一方面，一代、2代、3代，大大話話都要幾十人噶，間屋又點會裝得晒啦？係咪？所以喺以前嘅農村，一到咗3代之後，就會自己出去打地基，另外起屋搬出去住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到咗依家可能2代都已經搬出去住啦，唔係話因為間屋舊或者細，有可能係相處嘅問題。仲有一個講法，古人係好信風水呢家嘢嘅，起間屋都話要揾一個2-3磅水嘅風水寶地，住咗落去就可以風水輪流轉，風生水起咁話。咁但係寶地唔可以保持到100年嘅，咁到咗3代之後可能就會過時噶啦，可能會變檔咁話。咁所以每到3代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另外再揾一塊風水寶地啦。咁所以漸漸就有咗屋住3代必走人講法。咁當然啦，呢啲風啊水啊嘅嘢，其實只不過係古人迷信嘅講法，無非係為咗方便以前耕種嘅啫，未必適合依家用噶啦。咁隨住社會喺度不斷進步，不斷喺度發展，咁其實呢一個房屋嘅問題似乎已經唔再係問題。依家基本上都係一代人一代房噶啦，父母同個仔分開住啊嘛，條件係好咗，不過家嘅味道少咗，溫暖亦都少咗咧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到最後問下你啦，一家人係咪越少見感情越好呢？一家人係咪都會相見容易相處難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